男子取来一个脚环就要给鸽子套上。为什么养鸽人会在幼年期给鸽子套脚环呢？主要是脚环上蕴含着重要信息，不单有鸽子的身份证号及省份代号、鸽舍笼号等等。作为专业养鸽人，有时会用工具给那些胃口不好的鸽子投喂食物，特别缺乏营养的鸽子更是会被揪出来用针管灌入维生素。而逐渐长大成年的鸽子则会训练成赛鸽或信鸽，羽毛被涂上爱心图案的鸽子也就意味着即将进入赛事，同时图案也具观赏性，更有利于一眼辨认出自己的鸽子。流浪雄狮把母狮按地上狠狠摩擦，母狮誓死不从，用利爪疯狂挥舞雄狮面门。怪是未遂的流浪雄狮怒不可遏，一口咬住母狮脖子，狠狠甩头，想要将其置于死地。雄狮锁喉深入骨髓，600公斤的咬合力，连生命力顽强的猎狗都难以招架，何况一头小母狮，仅是短短时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。而母狮的幼崽也遭到祸害，被当场送走。得知妻儿遇害的消息，狮王简直气到吐血，火速发出怒吼，召集兄弟。附近狮王兄弟收到信号，立即往声音来源处赶。得知流浪雄狮的具体方位，狮王连忙展开追杀。流浪雄狮干了坏事，还想一走了之，怎料却被狮王两兄弟堵住了去路。流浪雄狮寡不敌众，很快便被按地上前后夹击一顿摩擦。为了活命，流浪雄狮疯狂挥舞利爪，欲图杀出一条血路，而狮王却不给他有逃跑的机会，死死咬住尾椎，猛烈输出。仅是短短时间，流浪雄狮就丧失了行动能力。流浪雄狮插翅难逃，还有死路一条，最终被当场斩获，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这是动物界中最感人的一幕。一只小羚羊不幸与父母走散，迷失方向的它不知自己该去哪里，而长颈鹿的出现对他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。毕竟弱肉强食的草原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何况小羚羊在长颈鹿面前仿佛如同蝼蚁，一旦长颈鹿心生歹念，一脚便可了结小羚羊的性命。然而出奇的是，长颈鹿并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一前一后保持着安全距离，为小羚羊一路保驾护航，以防被猎狗、狮子、花豹等猎食者袭击。简直难以想象，两只长颈鹿的心地竟会是如此善良，生怕小羚羊受到任何一丁点的伤害。两只长颈鹿不时左顾右看，一路找寻羚羊妈妈的身影。好在羚羊妈妈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孩子，就在不远处，双方都看到了彼此。羚羊妈妈迫不及待，立马跑了过来。在长颈鹿的帮助下，两母子终于破镜重圆。在充满杀戮的环境下，仍旧能够保持一颗真诚善心，属实难得。在这里必须给长颈鹿的善举竖个大拇指。我操！猎狗一口咬住羚羊肚皮，企图将其拿下，不料被羚羊甩了几圈，一脚踹飞。不甘心的猎狗很快便锁定了第二只羚羊，冲上去就是狠狠一口。羚羊虽反应过来起身逃跑，但皮肤愣是被猎狗撕了一片下来。若非亲眼所见，简直不敢相信猎狗的牙齿居然如此锋利。狩猎接连失败的猎狗没了办法，竟跑去抓捕角马幼崽。年纪尚浅的小角马虽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但看见猎狗就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拼命逃窜，疏远距离。然而关键时刻，猎狗却展现出极快的奔跑速度，将小角马顺势扑倒。小角马手无缚鸡之力，即将命丧猎狗口中。岂料千钧一发之际，母角马杀了过来，他将猎狗赶走，救出了自己的孩子。饥肠辘辘的猎狗束手无策，为了吃顿饱饭，竟选择冒险闯入羚羊群狩猎。他死死追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羚羊不放，追上之后，随即就是一记锁喉，叼着小羚羊打道回府。此等行为简直比土匪还要土匪，而期间旁边羚羊群就眼睁睁看着不为所动，这也让猎狗简简单单又得了一餐。这头雄狮简直胆大包天，竟当着象妈妈的面将小象当场斩获，打包带走。雄狮的行为无疑是打着灯笼上厕所找死。原来就在刚刚，象妈妈历经600多天的日夜煎熬，终于将小象产下。而小生命的诞生本该是件极为神圣的事情，却偏偏被按住饥肠辘辘的雄狮所盯上。尽管象妈妈具备保护幼崽的能力，但分娩期间没吃没喝，此刻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正当象妈妈把幼崽丢一边，打算吃些树皮垫垫肚子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雄狮竟明目张胆地前来抓捕小象。象妈妈想追上去救出孩子，奈何奔跑速度远不及雄狮。象妈妈被气得心如刀绞，赶紧发出信号，召集族群成员杀进狮群根据地。跟随妈妈出来溜达的小狮子被追到就是活活才死。象群团结的力量势不可挡，好在狮群反应及时，连忙逃跑，否则非得被象群铲平不可。象妈妈心急如焚，四处搜寻小象，可惜赶到时，小象早已奄奄一息。见此一幕，象妈妈瞬间潸然泪下，久久不愿离去，而狮群则蹲守一旁，等象妈妈走后饱餐一顿。
母狮外出狩猎，将幼崽交给了雄狮照看。然而习惯了自由生活的雄狮向来潇洒，哪里会是一块带娃的料？看见后方一群幼崽追来，被吓得躲都来不及。可年幼的小家伙们哪里肯错过折腾爸爸的机会，再次发起冲锋追上去，务必要将雄狮逮住陪他们玩。虽说雄狮在战场上都没怂过，但面对一群幼崽却被吓得比兔子跑得还快。要说雄狮可真不是带娃的料，为了不被幼崽纠缠，竟龇牙咧嘴展开吓唬，看似凶巴巴的样子，实则内心慌得一批。幼崽似乎并不怕他，跃跃欲试，不断尝试靠近。面对这群粘人的小家伙，雄狮完全束手无策，竟不讲武德的开始动粗。殊不知他即将就会为此付出代价，因为这些幼崽没有一个是吃素的。正当幼崽们锻炼半天爬树，逐渐感觉不到乐趣的时候，就跑来折腾睡午觉的雄狮。这把雄狮气得龇牙咧嘴，想要发飙，可下一秒就被幼崽教训得老实巴交。毕竟幼崽打又打不得，骂又骂不得，因为这群调皮的幼崽不仅非常能折腾，而且还会在母狮回来时告状，述说先前爸爸的恶劣行为。母老虎得知情况后，立马嗷嗷大叫，将雄狮这个死鬼叫到树下，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数落。瞅瞅雄狮那副耙耳朵的怂样，被骂得跟个孙子似的，不敢回怼。估计经历这次教训雄狮以后，再也不敢这么带娃了。这头亚成年雄狮已经进入猎杀模式，此时此刻发起冲锋，便是朝着前方一群水牛狂奔而去。危险来临之际，所有水牛吓得慌忙逃窜，雄狮则挑选了牛群之中体型相对较小的水牛发动猛扑。不过水牛力大无穷，奋力摆动身体，瞬间就将背上的雄狮甩了下来。为防止水牛逃跑，雄狮竟立马将水牛大腿紧紧抱住。亚成年雄狮明显作战经验不足，去抱水牛大腿无疑犯了兵家大忌。果然下一秒就迎来牛蹄的无情踩踏。尽管每一脚水牛都使出了吃奶力气，可亚成年雄狮似乎拥有极强的抗击能力，仍旧死死抱住水牛的大腿，怎么都不放开，导致水牛束手无策，选择回头采用牛角展开反击。这场博弈不仅仅是耐力的比拼，更是生与死的较量。可多数与狮子硬刚的食草动物几乎难有胜算。好在生死攸关时刻，牛群突然杀了回来。亚成年雄狮或许也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，倘若继续逗留，有可能小命不保，索性迅速扭头拉开安全距离。见雄狮逃走，牛群顿时士气高涨，一窝蜂追上去，似乎想将雄狮抓来教训一顿的态势。殊不知附近狮群成员正快速跑来支援，狮群势如破竹，牛群成员无一不胆战心惊，而跑慢的水牛自然也就成了替罪羊，沦为了狮群的囊中物。一只棕熊正在追杀雪羊母子，为防止被棕熊抓住，母子俩站在险峻的崖壁上暂避风头，这让棕熊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，似乎在衡量生命与吃一顿饱饭哪个重要。思索片刻后，饥饿战胜了理智，棕熊选择冒险走下斜坡，下方可能是一失足就即将丧命的几十米悬崖。棕熊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地往下走，生怕稍有不慎，小命就将交代一次。而棕熊距离的拉近，也让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虽然成年雪羊拥有极高的攀爬能力，可是年幼的雪羊并不具备逃生的条件，甚至可能受到惊吓而摔落悬崖。此刻棕熊已经急不可耐，肢体动作及眼神反应都在透着满满杀意。雪羊为母，则刚不断跺脚，像是在驱赶棕熊离开。不过被饥饿冲昏头脑的棕熊根本没有想要离开的举措。棕熊是非常聪明的动物，来回踱步，持续变换着角度观察，便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将雪羊母子拿下。这时雪羊也十分紧张，毕竟棕熊多待1分钟，幼崽就会多60秒的危险。雪羊是既担心又着急，一边担心棕熊到底会不会下来，另一边则着急期盼着棕熊快点离开，而一切的压力只能是靠着不停跺脚来缓解。好在棕熊观察了许久，似乎都找不到任何突破点，最终选择了放弃狩猎，就此离去。而雪羊妈妈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。象妈妈带着2只幼崽打算与族群会合，不料半路上却突然杀出一群狮子，其中一头狮子从前面吸引象妈妈火力，后方的狮子则趁机扑上去，强行将小象带走。不过象妈妈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下一秒就发出求助信号，一路跟踪尾随狮群。大象是一种非常记仇的动物，几十名族群成员10万火急席卷而来，一旦开火，狮群定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很快后脚跟上的象妈妈就看到了这群狮子，且一头冲上去展开救援。可惜象妈妈还是来迟了一步，小象已经躺地上奄奄一息。象妈妈怒不可遏，空气中也顿时弥漫出浓烈的杀气。随着象群成员后脚抵达，象妈妈率先发起冲锋，杀向狮群。逃跑不及的小狮子直接遭到重创，被象妈妈踩在脚下，当场一命呼呼。3头狮子试图爬往树上，将未成年的2只小花豹杀死。
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会让狮子如此残忍，连弱小的生命都不愿放过？原来不久前，3头狮子来到了花豹老巢附近狩猎。考虑到幼崽的周全，花豹妈妈选择冒险前去引开狮子。哪曾想狮子没引开不说，反被团团包围。狮子跃跃欲试，不断上前攻击，便是要寻找机会对花豹的脖子进行锁喉。然而本能的求生欲驱使着花豹奋力挥舞爪子，阻止狮子靠近。可惜不论体型或力量上，花豹都处于劣势，仿佛随便一头狮子它都不是对手。何况现场还有2头雄狮坐镇，这完全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。但为了家中嗷嗷待哺的幼崽，花豹也是拼尽全力给予狮子反击。只有这样，花豹才有一丝逃生的希望。毕竟弱肉强食的环境下，根本不存在任何怜悯，有的只是拳脚比拼，适者生存。明显面对3头狮子强势碾压花豹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双方作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，教训或杀死对方是狮子的必然手段。特别花豹饥饿时还会狩猎小狮子，这也使得花豹即便被揍得嗷嗷大叫，狮子都没有罢手的打算。而花豹越是反击，狮子的攻势则越发猛烈。仅是短短时间，花豹就被轮番暴走，奄奄一息。狮子也不吃花豹，直接就是丢在一边，让其他动物来清理。随后将目光锁定在树上2只小花豹身上。小花豹出生至今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被吓得瞬间从树上掉下来。而狮子也不墨迹，抓来就是锁喉，将小花豹送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好在狮子没有对最后一只小花豹赶尽杀绝，否则这将会是一桩灭门惨案。一只刚出生的小角马被胡狼视为狩猎目标，胡狼小心翼翼逼近，便是要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。好在小角马提前察觉，并害怕地朝妈妈身边靠拢。随着母角马回头发出警告，纵使胡狼心有不甘，此次狩猎也只能暂且作罢。虽然小角马躲过了胡狼的攻击，但猎狗这种机会主义者却是防不胜防。只要发现食草动物的幼崽，猎狗定然不会错过。小角马十分害怕，在逃跑的路上几乎是拼尽了全力。可猎狗50公里的时速非常稳定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短短时间内猎狗就追了上来，并顺势攻击大腿，将小角马撂倒。就当猎狗准备打包回家之时，附近母角马突然发动野蛮冲撞，冲杀过来，而猎狗则灵活闪躲，巧妙避开。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走，猎狗心有不甘，随后再度展开冲锋，穷追不舍。所幸小角马并未跑远，紧张的气氛让小角马慌不择路，当场摔了一跤。猎狗见状，果断扑上去拿捏，没曾想母角马调转枪头，对准猎狗的嘴巴就是一记暴击。倒霉蛋猎狗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看来这下够他难受几天了。我操！电鳗的威力究竟有多可怕？老虎前去河边喝水，被电鳗电了一下，瞬间躺地上嗷嗷大叫。贪吃的猎狗看见电鳗，以为是什么美食，结果被电一下直接倒地不起。电鳗的威力恐怖如斯，能够瞬间释放几百伏的电压。不信邪的美洲豹还想拿捏电鳗，不料一口下去，电鳗立即释放高压电，这把美洲豹吓得一激灵退出3米开外。幸亏跑得快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美利坚一只鱼才进缸里，结果仅不到2秒，这条鱼便瞬间被电得一动不动。倒霉的鳄鱼以为逮住电鳗就可以饱餐一顿，结果下口的刹那，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。短短几秒时间，鳄鱼就被电晕过去，失去了知觉。更倒霉的则是这只癞蛤蟆，下水1秒不到，4条腿瞬间就直了。癞蛤蟆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自己这辈子竟然会以此等特殊的姿势在水中活动，全程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只感觉浑身麻痹，无比僵硬。即便电鳗停止10多秒不放电，癞蛤蟆也难以缓过神。真没想到电鳗的威力竟如此可怕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一名还没断奶的小女孩竟敢主动靠近身高1米多的马匹，这对于成年人而言可能都存在风险。然而小女孩不仅没有丝毫惧怕，而且捡起地上的缰绳就牵引着马匹朝马厩的方向走去。神奇的是，期间马匹没有任何抗拒，甚至默契配合，一路尾随在小女孩身后。都说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动物，果不其然，看到逐渐长大的小女孩前来探望，马匹也不容迟疑朝着小女孩的方向走来。靠近的一瞬之间，马匹不由低下了头，而小女孩则不停抚摸着马匹的脸颊，他们相互尊重，以肢体动作表达着对彼此之间的情感。小女孩非常喜欢马匹，几乎有时间都会跑来看马匹一趟。看见马匹没水喝，小女孩赶紧就去找桶要接水给她喝。长久以来的相伴，他们的感情已经甚是亲人。有时小女孩也会主动递上一些嫩草喂给马匹，看着马匹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女孩也开心地发出笑声。马匹是非常有灵性的物种，不仅性情温顺，对待人类更是非常友好与真诚。它们除了不会说话，其实很多东西都懂。这头流浪雄狮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，虽然此时此刻流浪雄狮饥渴难耐，想上河边喝水，但身处危险重重的环境却让他不得不谨慎提防。
而对周围环境简单观察过后，没有发现异常的流浪雄狮还是选择靠近了水域。殊不知暗处的危险并未排除，不过口干舌燥的流浪雄狮也已顾不上许多，蹲下小心翼翼饮水的间隙也保持着较高警惕，一来是为了防止埋伏水中的鳄鱼发动突然袭击，以免被造成重伤生活不能自理；二来则是这里的地主雄狮已经发现定然不会手下留情，驱逐或杀死对方已经都是常态，因此也只有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。不过一时疏忽的流浪雄狮还是遗漏了另一危险，就当流浪雄狮瞪直双眼的一刻，显然他已察觉自己被二角兽盯上。当然二角兽只要给的筹码足够多，即便草原之王也同样会被一粒花生米直接抬走。好在二角兽没有恶意，而流浪雄狮也吓得立即拔腿就跑。透过流浪雄狮的举动可想而知，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下，若没有超强的警惕性，也定然不会完好的存活至今。美洲豹刚出门就发现了树上挂着一只树懒，于是迫不及待就要冲上树进行抓捕。树懒被吓得大惊失色，连忙爬往制高点，而美洲豹则凌空一跃，直接来到他的面前，以为这下树懒即将就要命丧爆口了，岂料关键时刻树懒竟拼命摇晃树枝，准备把美洲豹摇下去。美洲豹慌的一批，被吓得赶紧退往树下，谁知树懒摇晃过猛，导致树枝折断掉进水里。好在美洲豹已经逐渐走远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毕竟美洲豹作为南美洲最强王者般的存在，环境因素造就了他一身超乎寻常的水下本领，而依仗着这项技能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目标。这也导致岸上晒太阳的鳄鱼都尚未洞察周围的危险，瞬间就被水里突然冲出的美洲豹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别看这条鳄鱼体重200来斤，加之惯用死亡翻滚，简直实力不容小觑，但美洲豹仅是略微出手就能让它老老实实。美洲豹不单咬合力极为出众，近身肉搏所展现出的强劲爆发力更是每次制胜的关键所在，仿佛每一口下去都能让鳄鱼皮开肉绽。鳄鱼并非无路可逃，还有死路一条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最倒霉的猎狗，它本想捕猎陆龟，结果被陆龟咬住舌头，疼得哇哇大叫。挣脱后，猎狗扭头又跑去捕猎斑马，不料被2记无影脚直接踹翻在地。猎狗一脸不服站起来，又继续招惹斑马，怎料下一秒又被斑马的无影脚踢到晕倒。猎狗既吃不记打，刚醒过来就想欺负一下性格老实的羚羊，不料羚羊下手比斑马还重，一脚就将它踹飞出去。没了办法的猎狗只能沦落去偷鸟蛋，结果被鸵鸟发现，又是狠狠一脚。猎狗心有不甘，竟然打算把大鸵鸟拿下饱餐一顿，后果显而易见，被鸵鸟趁机一脚踢到怀疑狗生。为了填饱肚子，猎狗准备欺负夏洛丹的小象，不料被大象冲出来瞬间顶飞。猎狗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这次仗着狗多势众，想把小狮子抓来吃掉。雄狮十分机智，立刻把小狮子托付给车上游客，随后放开手脚与猎狗火拼，结果雄狮杀回来，所有同伴都跑了，留下的倒霉蛋猎狗直接就被按在地上狠狠教训。雄狮也不解决猎狗，而是把它从4驱改成2驱，当成玩具一样游街示众。猎狗实在是太惨了。这是黄喉貂不抓麂子的精彩场面，在外觅食的两者不期而遇，看到致命克星就在眼前，麂子不仅没有逃跑的举措，而且处在原地无视黄喉貂大口炫着青草，结果没有任何意外，下一秒就被黄喉貂趁虚而入，追着局部一顿乱啃。不料麂子随即一个蹬腿就将黄喉貂踹飞，随后拔腿逃跑。可黄喉貂不单身法灵活，奔跑速度也很快，这让麂子很难将其摆脱。别看黄喉貂个头不大，实则作战经验极为丰富，麂子但凡一个不留神，就很可能被跳到背上，随后顺着身体摸到脆弱的脖子疯狂啃咬，这对于麂子而言绝对是致命的。黄喉貂性情十分彪悍，野猫看到它在马路边进食也只敢站远处观望，一旦近身很可能会像这只豹猫一样被抓来一顿摩擦。幸亏豹猫机灵，懂得下水逃跑，否则估计小命休矣。黄喉貂胆子非常大，甚至老虎它都敢招惹，不过面对老虎的追赶，体型处于劣势的黄喉貂也不得不拔腿逃跑。倘若在户外碰上黄喉貂，千万得多加小心，最好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，否则黄喉貂突然发飙，后果将难以想象。这是水牛临死之前洗的最后一次泥巴浴，因为此刻附近已经有2头雄狮盯上了他，为了吃上这顿牛肉大餐，2头雄狮选择悄悄靠近，以免打草惊牛。然而对于即将来临的危险，水牛一无所知，仍还沉浸在泥巴浴的惬意中。很快2头雄狮便分头行事，一头蹑手蹑脚踏入淤泥里面，另一头则借助草坪作为掩护缓缓逼近。虽然水牛警觉性很强，已经察觉到了周围的异常情况，可当他打算起身逃跑之际，却已经为时已晚。雄狮迅速发起冲锋进行拦截，
水牛知道无路可退，索性举起牛角朝雄狮撞击上去。雄狮则灵活位移，等待出手的机会。随着另一头雄狮靠近过来，水牛彻底慌了，扭头便准备逃跑。雄狮见状，立刻趁机跳到水牛背上，以重量进行施压。当水牛被按在地上，其余2头雄狮也果断加入了战斗行列。面对3头雄狮强势碾压，水牛根本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是痛苦忍受雄狮3兄弟的暴行。要说水牛也是倒霉到家了，只因洗了个澡就丢掉了性命。野犬的吞噬能力有多恐怖？一只100来斤的疣猪鹏鹏被10几只野犬堵住去路，疯狂摩擦。倒霉的疣猪一时间不知所措，极度恐慌，而野犬则不管不顾，从后面各个方位下手。原来疣猪之所以落得这般田地，皆因咎由自取。就在不久前，疣猪发现前方趴着一只野狗，便露出破绽，一瘸一拐凑上前去挑衅。见疣猪腿脚不灵活，几只野狗立马来了兴致，准备进行抓捕。殊不知疣猪装瘸腿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乐子。正当野狗靠近之际，疣猪立刻弹射起步，扬长而去。野狗可不会轻易放过装杯的疣猪，没多久就杀到疣猪老巢抄家。眼看被堵住去路，命悬一线，疣猪连忙冲出洞穴，打算逃之夭夭。显然这群野狗并不好糊弄，紧紧拽住疣猪嘴巴，前后夹击。疣猪吓坏了，顿时就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可惜疣猪先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将野狗群彻底激怒，对着局部疯狂施展掏缸之举，定是准备将疣猪斩杀当场。狗海战术恐怖如斯，估计用不了半炷香的时间，疣猪就会被彻底吞噬。面对野狗的独门绝学，别说是疣猪，即便猎狗也无一例外，被野狗逮住也是同样下场，被掏得嗷嗷大叫。不得不说，野狗的吞噬能力简直强得可怕。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羚羊，面对几只嗜血的野狗围攻，羚羊不仅没有丝毫胆怯，而且举起犄角就敢于和野狗硬刚。几只野狗当场傻眼，瞬间不敢靠上去抓捕，毕竟羚羊锋利的犄角随时都会戳穿他们的胸膛。野狗有所忌惮，加之此刻猎狗也跑来掺一脚，导致野狗立马疏远距离，等着坐收渔翁之利。羚羊也不回避，直接迎面朝猎狗狠狠撞击上去。猎狗还想咬住羚羊皮肤，岂料下一秒就被羚羊化解。眼看猎狗没占到便宜，野狗果断下水采取强攻，而羚羊则化作一个陀螺，不停转圈回头还击。野狗也怕被一击毙命，连忙松开羚羊的尾巴，火速撤离。看着羚羊久攻不下，猎狗则与野狗统一战线，采用车轮战术，持续消耗羚羊体力。羚羊越战越勇，犹如族群的吕布，在他面前没有一只狗能够撑住2回合。可惜实力再强，终究寡不敌众。随着体力逐渐下降，出击力度也对猎狗构不成太大威胁。面对狼狈为奸的2狗组合，羚羊唯有持续撞击，求得自保。遗憾的是，就在羚羊又一次展开撞击之时，被另一只猎狗趁机偷袭。其他猎狗见状，也都全部一窝蜂围了上来。要说羚羊可实在太难了，纵使拼尽全力誓死抵抗，都无法摆脱厄运。